为了毁掉爱我如命的男人，我在周金寒最爱我的那年，亲手刺穿了他的心脏，又将其推进了丧尸群。谁想在睁眼竟重回末世前，周金寒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我这个白眼狼。濒死时刻，我灵机一动，主动抱住了周金寒，眼底溢出激动的泪水。金寒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死了。周金寒好看的眉头蹙了蹙，什么意思？我还死过一次？我假装愣了愣，连忙偏开头去，唇角露出苦涩的笑容。没有，你就当听错了。系统闻言大喜，就是这样，奥斯卡奖非你莫属我的宝。这样下去，他肯定会怀疑我们为什么不把全部原因告诉他。系统还未说完，便见周金寒蓦然抓起旁边桌子上的刻刀，再度冲向我。系统嘴里的话拐了个弯，变成尖叫，什么鬼？但好在体育老师突然在门口出现，同学们，这节高数课跟体育课换了，大家出来上体育课了。一瞬间，全班同学都兴奋地往外冲，挡住了周金寒的路。我装作没有察觉到周金寒拿刀的举动，身形跟着人流一起出了门。系统额头冒出一丝冷汗，川宝，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已经成功让他产生误会了吗？为什么他还是要杀了你？我并没有如系统那般慌乱，闻言解释道，一个人在仇恨之中活了30多年，甚至成了放弃一切都要回来的执念，仇恨已经浇透了他的骨髓，怎么可能因为我的只言片语就放弃？原来如此。系统盯着不远处阴森森看着这边的周金寒，有点苦恼。那我们的任务怎么办？我唇角意味深长的勾起，放心，我会让他亲手杀了我的，但在那之前，他得再一次爱上我。只因我是一名攻略者，任务是先刷好感度，再刷黑化值。原剧情是末世降临后，男主周金寒靠着双系异能，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强者。为了保护基地，鞠躬尽瘁，结果却被队友陷害，挖取了金核，又被最信任的男友背叛，挖取了另一枚隐藏在心脏的金核。最后，周金寒被丧尸啃噬。幸运的是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成为了丧尸王。刚转化的周金寒心狠手辣，但他会遇到一个善良温柔的正牌男友，最后被正牌男友拉回正途，然后操控丧尸和人类和谐相处。而我所扮演的就是那个先刷好感度，然后再捅刀的炮灰前男友，只为促进周金寒和正牌男友的相遇。只是周金寒被我背刺后，黑化值竟严重超标，导致出现了 bug， 不但偏离了剧情主线，连正牌男主也没能感化他，直接带领丧尸和人类同归于尽。最后为了找到我，更是放弃了所有异能时光回溯，吓得我直接跑路了。系统却告知，如果不及时修复 bug， 就会判定任务失败。面对明显带着上一世记忆的周金寒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此时我抬眸和不远处周金寒的视线对上，我假装一愣，洁白的脸庞飞快染上一抹薄红，周围不少人其实都在暗暗的注意我。当看到我脸上那抹红霞时，眼神都忍不住有些恍惚，透露出些许渴望来。玉川明明那么美好，为什么只喜欢周金寒呢？那个不知好歹的周金寒，我的确美得雌雄莫辨，这也是当初周金寒厌恶我的一个原因。他喜欢强大的人，但我柔软病弱，和他的喜好完全相反。但那是之前了。此时周金寒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经历了上一世，他知道这不过都是我的伪装。一想到他前世就是被这张脸迷惑，周金寒眼底的戾气瞬间攀升，直接朝着我走来。见到他来势汹汹，班长和其他几个人不自觉挡在了我面前。周金寒冷声喝道：“滚开！”几个男生蹙眉：“周金寒，你今天吃火药了？就算玉川喜欢你，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家呀！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。”其中一个男生耳尖红了一下，眼神犹疑：“我也可以。”闻言，周金寒气急反笑：“若是在末世前，这几个人根本不敢跟他这么说话。被背叛前，他拥有强大异能，整个基地都以他为主；被背叛后，他成为丧尸王，所过之处皆富贵千里。什么时候轮到这几个人质问他？”周金寒下意识想聚集异能把他们湮灭，结果又反应过来自己已经重生了，现在一丝一毫异能都没有。他心底烦躁愈发浓郁，深黑的眼睛透出几分凝冷。那几个男生对上他的目光，刚才聚集的勇气都弱了下去。可一想到我还在旁边，只能咬牙强忍着和周金寒对视，却不想周金寒直接越过他们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还不滚过来！”他记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还深爱着他，对他言听计从。果不其然，我只是犹豫了一下，就怯怯地站在了他身后。那几个男生还想说什么，周金寒已经掐着我的下巴，逼迫我将脸扬起。周金寒的力度有些大，我眉心蹙了一下，漂亮的眼睛也弥漫上水雾，在阳光下水光潋滟。周金寒似笑非笑盯着我，这么多人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吧？我眸子不可置信地睁大，连忙摇头，带着哭腔：“我没有。”周金寒冷笑：“那你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护着你？是不是你一边打着深情的人设追我，一边天天跟他们鬼混？”他还未说完，我眼睫一闪，泪珠就掉了下来，我眸底满是不可置信：“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”周金寒微微一顿，正是他这片刻的停顿，他的脑袋被球砸了一下。体育老师怒气冲冲看着他：“周金寒，你干什么？欺负同学是不是？”周金寒一点点转头，眼神阴翳地扫了体育老师一眼。体育老师声音莫名弱了下来，偏开眸子不去看他，而是吹了声口哨：“全体都有，过来跑操！”我也回过神来，没管自己被掐红的下巴，而是踮起脚想要凑近周金寒，眼底都是担忧：“你的脑袋没事吧？”可不想我刚伸出手，就被周金寒抓住甩开，疼得我有种手腕都碎了的错觉，踉跄后退2步后，差一点就要摔在地上。好在身后有一个男生扶住了我，我却像是被烫到一般，慌乱的收回手：“谢谢。”在我身后的班长摩擦了一下指尖，眼睛后的眸子一眨不眨盯着我的背影。周金寒感受到了班长的眼神，冷嗤一声，然后转头直勾勾盯着我，像是锁定猎物的狼一般。我感觉到周金寒传来的目光，攥紧了指尖，眼底闪过一丝恍惚。周金寒，明明之前是你先说要娶我的，为什么你后来又忘记了呢？你的记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？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周金寒不在乎他是男的，面对所有人异样的眼神，和他相爱了。但没想到周金寒为了保护他头部受伤，从此就失去了关于他的记忆，也性情大变，还对他恶语相向。我本以为周金寒会慢慢想起来的，但没想到末世降临，一切计划都被打乱。但想起末世后失去了记忆的周金寒，虽不待见我，却还是顺手把我护在了雨衣下。我眼底浮起笑意，就算周金寒忘了我，骨子里也不会忘记爱我。系统闻言一愣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段剧情？我微微一笑，刚编的。系统疑惑，为什么突然变
边这段，我漫不经心道，当然是为了让周金寒能后悔到痛哭流涕呢。你想象一下，周金寒虽百般伤害我，我却依然爱他如初。最后如果我为他挡刀而死，然后周金寒顺势发现了一切真相，想想该多刺激啊！但是我已经死了呢，他连弥补的机会都没了。系统打了个寒战，他发现自己居然在我的脸上看到了迫不及待。我继续在心里和系统说道，死前我会告诉他，让他好好守护这个世界，这样我就洗白了。系统惊愕，这还是曾经那个奄奄一息、失去了记忆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绑定，已经死得透透的小可怜吗？没想到小可怜竟然是个变态。我刚和系统说完，便听到身后有人惊呼，周金寒晕倒了。我脸色一变，转头便看见周金寒倒在地上。金寒，我连忙上前，却发现周金寒眉心死死皱起，可即便如此也难掩他脸上的戾气。先前被他瞪得说不出话的人，此刻嗤笑，啧，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可当看到我瘦弱的身体努力把周金寒扶起来，脸上比谁都着急时，他们又笑不出来了。再怎么样都改变不了我只喜欢周金寒的事实。而半昏迷中的周金寒也嗅到了熟悉的气息，他额头青筋鼓起，下意识就想把眼前人推开，可他此刻根本无法动弹，体内的一阶金河也开始出现裂痕。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重生，而是获得了时间异能后，超负荷使用所有人和丧尸的金河一起燃烧，才强行时光回溯，所以眼下应该是出现了后遗症。周金寒艰难地睁开眼睛，眸色赤红，死死盯着我的侧脸。其他人见我扶得吃力，也跟着上前帮忙。来到校医务室，校医却找不出任何问题。校医皱着眉有点疑惑，他的身体显示很健康。周金寒眉心充满了暴虐，他没想到自己还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倘若末世来临，他岂不是只能任人宰割？虽然按照前世来说，就算他变成丧尸还能保留意识，但他怎么能确定这辈子也一定能保持？万一只是某个时间、某只特定丧尸才导致他保留意识呢？最重要的是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在身边，却不能杀了我。周金寒死死攥紧拳头。校医建议周金寒去医院，我和周金寒几乎是同一时间拒绝。不行，我眼底闪过凝重，末世也就在这几天了，如果去医院那么多人的地方会很棘手。其实他们就连学校也不能待，但现在周金寒的情况是不能动弹了。我盘算着，等我的异能产生后，就能帮周金寒治疗了。我其实是稀有的治愈系异能，末世后治愈系异能就连癌症都能治疗。我随口敷衍了一下校医，然后把周金寒带回了宿舍。听到不去医院，周金寒也松了口气。到宿舍后，他眼前一沉，还是坠入了黑暗之中。系统没忍住笑出了声，盯着躺在床上的周金寒。系统叉腰，前脚还想杀我们川宝，现在好了吧？直接给你躺床上动弹不得。闻言我勾了勾嘴角，好可惜，这样只能我自己动了。系统疑惑，什么？我指尖扫过周金寒英俊掠夺感十足的眉眼，说实话他真对我口味，尤其是掐我的时候，简直累爆了。系统愣住，他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伸了伸腰，现在有空，我去准备末世的物资。我摸出胸口挂着的玉环，这枚玉环是这个世界的金手指之一，滴血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空间。我的原主父母早年双双出了车祸去世，只留下了巨额财产，还有这枚空间玉环。这个秘密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为了救周金寒，我把这枚玉环送给了秦龙，祈求秦龙放过周金寒。结果没想到秦龙拿了东西不办事。秦龙这个人是真的，上一世是周金寒的死对头，其他的都是我刚编的。系统，我刚编的这段来增加剧情丰富度，怎么样？系统汗颜，不愧是你，我把全部钱都取了出来，开始大批量的购物。系统眼尖的看到我还在高奢店定制了一套寿衣。系统疑惑，小哥哥你，我理直气壮，死了我也要穿高定，但为了做样子，更多的是给周金寒买的，各种种类各种款式，甚至连配饰都有。食物也选择了周金寒爱吃的，最后又订购了一辆房车。光是网上购物我不放心，确认周金寒一时半会醒不了，我又离开了学校，跑去商场扫购了不少东西。这玉环的空间很大，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小，又买了几辆悍马放进去。我握着满满当当的玉环，眼底都是笑意。尤其是我还惊喜的发现，自己脑子里已经出现治愈系异能的金河了，比上一世早了许多。等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周金寒果然还未醒来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就回到自己床上敲起二郎腿。宝贝系统，他快醒了，告诉我。系统不明所以。当他发现周金寒似乎有醒了的迹象后，刚通知完，就见我飞快从床上下来，并且随手抹了2把墙灰擦在眼下，然后坐在周金寒床边，低头趴在周金寒手边，闭着眼睛，一副十分疲倦的模样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哦，顺带还伸手把自己的衣领扯开许多。系统默默抬头让鼻血倒流。周金寒缓缓睁眼，便察觉到手边有温热的气息。晕过去的那段时间，他体内的金河开始自主修炼，所以他此刻四肢也恢复了一点微弱的感觉。周金寒转动还算轻松的脑袋，然后便看到了我坐在小椅子上。即便在睡梦中，我的眉心也含着疲倦，眼下还带着点点乌青，俨然是熬了一夜。周金寒眯了眯眸子，抬动指尖扶上我的微蹙的眉心。系统心里默念：黑化值降低，黑化值降低。却不想周金寒指尖直接凝聚了一团黑色的雾气，钻进了我的脑子里。系统大惊：川宝！我也没想到周金寒会这么做，闷哼一声，感觉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。周金寒缓缓咧开唇角，他刚才发现我的眉心居然缭绕着一层乳白色的光芒，想起前世我在他的面前断臂重生，应该就是治愈系异能了。他没想到我也带着异能重生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呵呵。周金寒冷笑，睡梦中的我闷哼一声，表情瞬间变得苦闷，眼皮下眼珠不停转动，却始终睁不开。我乳白色的金河里缓缓多了一丝黑色的物质，片刻后又重新恢复了白色，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此时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冷，忍不住蜷缩紧了身体，下意识想要往周金寒怀里一靠，却被周金寒直接推开。看到我眉心闪过无意识的痛苦，周金寒的眼底却升起了残忍。你不是想成为强者吗？当你发现自己再怎么修炼都无法前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崩溃？正在周金寒思索的时候，我也装作迷茫的模样睁开了眼睛，揉了揉眼圈，忽然捂住脑袋闷哼一声，脑子好疼。但下一秒我便进入状态，欢喜地看着床上的周金寒，你醒了？周金寒低喝，滚出去！他现在起身都有点费劲，还杀不了玉川。看着这人在眼前晃悠，简直恶心至极。闻言我脸色一白，不过还是强行露出个笑，你现在身体不舒服，等你好了我就离开好不好？绝对不让你看见我。周金寒却丝毫不领情，玉川撩拨10几个不够，还要来撩拨我，怎么他们满足不了你吗？闻言我身形踉跄了一下，原本
本就苍白的脸颊此刻愈发透明。周京寒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我怎么可能做那些事情？我真的和那些人不熟。我想抬手拉住周京寒，却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杯子，我只好借着去捡杯子的空档遮住脸上的难过。周京寒原本还想说什么，却忽然顿住，眼前顿时浮现了前世的场景。京寒，玉川一双漂亮的眼睛湿如水润，满心满眼都是他。京寒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危险我也不怕。可周京寒觉得自己是个废人，不想耽误玉川，所以三番两次把玉川赶走。后来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，被玉川的伪装感动后，玉川也曾问他要不要亲近，但那时的玉川于他而言是娇贵的心间明月，周京寒又怎么肯在颠沛流离之中要了他？他一心想夺回基地，然后给玉川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此时周京寒的手指攥紧，呼吸发滞，胸口又开始重复被挖心的刺痛。恐怕那个时候玉川看到他的真心实意，内心只有嘲讽吧。周京寒直勾勾盯着那背对着他，随着捡杯子动作而微微摇晃的纤细腰肢，眸色发暗。妈的，这么杀了倒是浪费。捡到掉在地上的水杯后，我刚想转身起来时，身后响起周京寒的声音：“你说你只喜欢我？”我蜷紧了指尖，小声道：“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心底只有你，是吗？”周京寒玩味道：“过来跪着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对上他英俊冷漠的脸庞，我心脏砰砰跳的声音仿佛震耳欲聋。我没有拒绝周京寒的要求，眼睛湿漉漉的看着他：“是这样吗？”周京寒眯了眯眸子，手指粗暴的捏着我的下巴，我有些受不住痛的眼睫绯红。京寒，我想起来。周京寒眸子一冷，一把甩开我的脸，嗤笑一声：“这就是你说的只喜欢我，让你跪一会儿就受不住了。”闻言我脸色一白，眼神中透出挣扎与不舍，眼圈也更红了。我怯怯地拉过周京寒的手，放在自己脸上。系统此时出声打抱不平：“周京寒这个死变态！”我内心嘿嘿一笑，其实我还挺爽的。系统瞪大了眼睛。就在此刻，门外忽然响起声音：“玉川在不在？我是班长，老师让我来问问周京寒怎么样。”我眼底一慌，刚想开口就被周京寒一把捂住嘴巴，他满是恶趣味地盯着怀里的人。我耳尖倏地薄红，慌忙低下了头，小声求饶：“京寒，有人，你不发出声音他不就听不到了？”周京寒冷冷开口。门外原本打算离开的班长轻昵了一声：“玉川，你在呀？怎么不回话？”门把手突然开始转动，门被推开一道缝隙，我眼睛惊恐地睁大：“不要！”我吓坏了，哀求地看着周京寒，手也讨好地攥紧了他的袖子。周京寒不为所动，依旧自顾自地伸出手，看着怀里的人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明明惊恐到了极点，却又不敢反抗，这更加助长了周京寒的戾气。他的眸色愈发的幽深，跳跃起令人心惊的暗色火焰。他原本只是想杀了玉川，但现在吗？周京寒眼睛微微眯起，此时门突然被推开，门外的灯光倾斜了进来，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可没想到周京寒拉下了窗帘，将他们的身形都遮在了帘后，我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下一刻便被周京寒稳住。我手足无措地推着，虽然我并不抗拒和周京寒接触，但不是现在。班长环视一圈空荡荡的宿舍，目光落在那唯一盖着窗帘的下部，眼镜下的眸子微动：“玉川，你在里面吗？”我死死咬着唇，远比刚刚班长在门外更刺激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一步之隔，我甚至都能看到床帘外班长的影子。偏偏此时的周京寒不让我好过，可我不敢挣扎，害怕会发出动静。好在床帘外的人影站了一会儿，便转身离开了。门再度被关上时，我猛然松了口气，接着回过神来，抬手打了周京寒一巴掌：“你太过分了，被班长发现了怎么办？”周京寒眼底欲色瞬间消退，重新拢上了阴翳，刚想开口，却没想到打他的人反倒先红了眼圈。我难过和委屈，清冷却不失倔强地看着他。周京寒愣了一下，不过片刻又回过神来，心底冷笑：明明他才是被捅一刀的那个，他还委屈上了？怎么害怕被他发现，舍不得他难过？周京寒掐着我的下巴：难道给过他了？守贞节律牌坊呢？闻言我攥紧了指尖，我和他没关系，他只是班长关心同学而已，是吗？周京寒似笑非笑：同学关系，同学会偷偷藏你喝水的瓶子。闻言我脸上爬满了错愕：什么时候的事？你如果打开他的手机相册，说不定能看到不少你的照片。周京寒声音嘶哑而又恶劣：睡觉、打扫卫生、上体育课，说不定连你。够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立刻打断周京寒：班长他是个好人，绝不会是你说的那样。之前他在操场上被周京寒推倒，还是班长扶的他。闻言周京寒一梗，这些其实是上一世里许琛成了另一个基地的领主后，一直打听玉川的事情，他才偶然得知。周京寒嗤笑一声：他是个好人，那就是你勾引的喽。周京寒，我不可置信的抬头，周京寒面无表情的和我对视，一双漆黑的眼睛里满是冷漠。我垂下眼睛，酸涩的气氛在周身蔓延，明明是同样的眼睛，之前看着他的时候满是爱意，可现在只剩下了猜忌和恶意。我顿时不敢再待下去了，起身准备离开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上课了。还有，你不要再乱猜了。我没有回头，继续说道：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更是你曾经的爱人。走之前，我把水给周京寒倒满，放在桌子上。刚走出门，就听到身后响起玻璃碎裂的声音。周京寒艰难撑起身，尝试感应了一下脑海中那枚黑色晶核，便发现晶核表面出现了裂纹。他稍微运转异能，那些裂纹就开始变大，一旦完全碎开，他就会失去异能。他前世被挖走了2枚晶核，成为丧尸王后才出现时间异能，一旦破碎，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有运气出现第4枚。周京寒脸色铁青，他这次重回末世前没能杀掉玉川就算了，现在连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。我回到教室正好撞上班长许琛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猛然想起周京寒说的那些话，我连忙定神把那些话从脑海中赶走。许琛看到我微微笑道：周同学没事了吧？没事，他只是有些累。许琛点点头。我刚想走去自己的座位，可手腕却被攥住，那冰凉的温度让我心底一惊。我不解地看向许琛，许琛认真地看着我说道：如果发生什么，可以跟我说。闻言我脸颊瞬间变得又红又羞耻，这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原来刚刚在宿舍许琛已经知道了，只是没揭穿他。我勉强保持着平静说道：我知道了。接着我目光看向被许琛攥着的手腕，我还未开口，许琛便先松开了手，转身离开。看着许琛的背影，我脸上的羞怯瞬间消失，玩味地看着他的后背，心中暗想，看着挺一本正经的，居然偷藏我喝水的杯子。系统一脸鄙夷：死变态，比周京寒还要变态。我笑了笑，胆子
真小，不如直接偷我的这个。我漂亮的手指勾了勾自己的裤子，露出里边一点布料。系统瞪大了眼睛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宝，你难道不是清纯善良、可爱又美丽的小白花吗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快收回去！我摸摸鼻子，看天看地就是不看他。我趁放学的时候又出去采购了一大批物资，然后租了一个仓库，把网上订购的物资地址全填在了那个仓库。等忙完一切，又到了晚上，我疲倦的回了宿舍。刚推开门，我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正要开灯，就听到一道暴躁的低吼：“不许开！”但是我已经按了下去。看清宿舍里的场景后，我顿时愣住，水洒的到处都是，桌子凳子被翻倒，各种物品散落一地。而周金涵此刻正狼狈的趴在地上，狭长阴厉的眸子冷冷的注视着我。看够了，看够了就滚！周金涵冷笑一声，转开脑袋，唯一还有力气的左手死死的握紧。他没想到自己只是尝试去拿水，结果就用如此狼狈的姿态摔在了地上，这让他想起了前世，他被自己手下的人背叛，被人从基地的城墙上推下去的场景，也是如此的狼狈。周金涵本以为会听到关门声，却没想到轻柔的脚步声响起，旋即是那股熟悉又厌恶的气息浮现。周金涵一愣，视线里多出一只苍白清瘦的手，我的手穿过他的胳膊下方，鼓足了力气想把周金涵扶起来。周金涵死死握紧拳头，眼底腾起愤怒，他还轮不到被我怜悯。周金涵伸手推开了我，滚开！我猝不及防被他推坐在地上，手掌正好撑到被打破的水杯玻璃片上，鲜血瞬间蔓延出来。我眉心微蹙，周金涵冰冷的视线对上我掌心处的伤口顿了顿，我站起身没再看他，转身走了。周金涵动不了，视线只能停留在地面上，他只能听见玉川的脚步声越来越远。周金涵淡淡垂下眸子，冷哼一声，滚了好。他见到他就恶心，他左手艰难撑地想要起来，但无奈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，反倒是自己的手也被玻璃划破。看着自己的手，他眼眸暗淡，如此的废物，如此的可怜。他用力咬着牙，嘴里溢出了血，偏偏因为长久停留在地面上，身体越来越冷，他的眸子有些不受控制的变得沉重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要一夜都趴在这里时，肩膀再一次传来温暖的力量。周金涵愕然的抬眼，我手掌草草用纱布缠绕了一圈，抿着唇扶着他艰难的站了起来。周金涵身形比我大上了一圈，所以我扶得十分吃力，甚至好几次都快要滑倒，我只好用瘦弱的肩膀背着他。周金涵刚要开口，我忽然说道：“你之前也是这样背着我的。”周金涵眉心微皱，什么之前？他背过玉川吗？任他搜遍记忆都没有找到这一幕。我扯了扯唇角没回答，背着他的姿势不可避免的让我和他靠得很近，近到他可以看到我细密卷翘的眼睫，低垂时正好在眼下透出的一小片阴影。我抬起眼，猝不及防的和周金涵对视上，不等周金涵细看我便飞快转开。周金涵喉结微微滚动，也偏开目光。周金涵被我放在了床上，做完了这一切，额头泛起点点汗珠。我坐在椅子上喘息，空气一时有些凝滞。周金涵躺在床上浑身不自在，干脆闭上了眼睛，而我也蹙了蹙眉。我的身体虽然从小就不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竟额外的虚弱。系统咬牙切齿，还不是周金涵破坏了你的晶核，2种晶核不能融合，否则就会出现杂质，杂质越多，晶核对人体的反噬就越高。我唇角微勾，我会让它还回来的。系统不解，怎么还？我恶劣的笑道，等着看吧。我并不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晶核看似正常，实际上内里正在被破坏着。只是看着周金涵现在的模样，忍不住有些着急。明明前世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如果周金涵一直不能动，那么根本无法在末世存活下去。看周金涵似乎是睡着了，我便悄悄走了上去。床上睡着的人指尖动了一下，我小心翼翼运转着自己的异能，只是掌心刚浮现异能光芒，我的脑子就刺痛了一下，但这感觉转瞬即逝，我并没有在意，而是继续运转异能检查周金涵的身体情况。当感受到周金涵体内的晶核后，我愣了一下，周金涵怎么也提前出现了晶核？但诡异的是晶核的状况几近破碎，来不及多想，我用自己的异能开始给周金涵修补。周金涵当然没睡着，他感觉到那股温暖的力量覆盖在他晶核上，发现是在修补裂缝的时候，周金涵有那么片刻怔愣，他眼睛缓缓睁开一点缝隙，便看到了我苍白的脸庞。不过修补片刻我就松开了手，只因我现在还是一阶异能，能使用的异能有限，而且我脑子里的刺痛越来越强烈了。我扶着桌子起身揉了揉脑袋，这几天必须把修炼的事情一起提上进程。这么想着，我目光忍不住落在周金涵身上。睡着后的周金涵身上倒是没有那么多强烈的尖锐冷漠了，越来越和我那个曾经的爱人重合。我忍不住伸出手，隔空描摹周金涵的眉眼，低声喃喃道：“你刚才问我什么之前，那我告诉你，曾经我们一起去拜姻缘庙，你不知道听谁说，只要一方背着另一方徒步上99层阶梯，拜了姻缘娘娘就能一辈子白头偕老。你不记得了，全都不记得了。既然你不记得了，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”周金涵眉心微动，玉川说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一点记忆都没有？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玉川走向浴室的背影，宽大的衬衫包裹着清瘦的身体，是那么的单薄。浴室里的我，快，童宝，有没有办法让我给周金涵的脑子里安插一段记忆？有，但是我们买不起。你忘记我们攻略失败，现在是在贷款做任务吗？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贷都贷了，不在乎这一点，继续贷。系统一咬牙，行，反正这次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就能还清。片刻后，系统哭着喊道：“川宝，我们欠的太多了，申请下来的贷款不多，只能兑换一个3秒的记忆，3秒够了。”此时周金涵正躺在床上思索我的话，可是始终没有任何踪迹。突然他的眉心一蹙，眼前有点恍惚，鼻间浮现熟悉的气息，一双柔软的手轻轻给他擦着汗。青年好听的声音响起：“我自己可以走的，不要。”身形高大的男人把青年抱了起来：“我们要白头偕老。”青年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目光变得心疼，继续给男人擦汗。可不想一阵风吹过，他们头顶的梨花微微摇晃，散落在2个人身上和发间，像是共白头一样。不等周金涵思考，那抹记忆便转瞬消失，任凭周金涵再如何去想都想不起分毫，并且
就连记忆里那2个人的容貌也开始逐渐变得模糊。周金寒手指扶上额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段记忆到底来自哪里？正想着，浴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周金寒闭上了眸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趁周金寒还在睡觉，小心翼翼凑到周金寒身边，继续帮他修补经合。这次我没和昨晚一样一次性修太多，而是给自己留了一点体力。擦了擦汗，我刚打算起身，便听见门被敲响。玉川，许琛清冷低沉的声音在外响起，我眉头微微一皱，然后连忙小跑过去开门。班长，怎么了？我朝许琛露出个笑容，丝毫没注意到背后的周金寒猛然睁开了眼睛。许琛颔首，老师让我看看周金寒好了没，如果可以了就去上课吧。他还没好。闻言，许琛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光。好的，我跟老师说，你也要去教室，正好我们一起。我点点头，我去拿一下书。我进去拿书的时候，许琛也跟着走了进来。你们运气挺好的，住双人间。我脸色有片刻不自然，这其实是他动用了一点点小关系，才和周金寒分到双人间的。许琛忽然像是不在意的说道，我能搬过来吗？我一愣，什么？我转身这才发现许琛居然和我靠得很近，甚至能嗅到他身上浅淡的木质冷香。许琛微微开口，我的宿舍有点吵。我指尖微动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只想跟周金寒。就在我张唇时，腰忽然被搂住，落入一个高大炽热的怀抱里。周金寒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一双凶冷的眼睛似笑非笑盯着许琛。不行。许琛扶了扶眼镜，不为所动。我在问玉川，不是问你。周金寒笑容愈发阴森，像是一条冷冰冰的蛇。他笑了一会儿，骤然面无表情。滚开！许琛就算在末世后成了基地主，最后还不是跪着求他不要屠城。闻言，许琛的脸色变了。周金寒，你别太嚣张。我夹在这嚣张跋扈的气氛中间，脸色惨白，害怕再发生什么，连忙开口，大课要开始了，我们别迟到了。许琛对上我无措的眼睛，扶了扶眼镜，拢下了那股细微的恼火，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走吧。我的目光里含上一丝感激。许琛唇角不易察觉的勾起，去吃个早餐先。我刚要点头，腰就被狠掐了一下，抬头便对上了周金寒似笑非笑的目光。这么着急，害怕我打他？我内心暗道，不是吧大哥，到底谁打谁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啊？心底想什么，但我面上不显。没有。我揪住周金寒的衣角，大家都是同学，闹到老师那里就不好看了。他也是关心你。周金寒眉心一冷，心想他关心我，跟你站那么近干什么？但目光触及我苍白虚弱的脸，以及额头细密的汗珠，想到这人今天早上又偷偷给他修补了异能。周金寒冷哼一声，走吧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也去吗？你的身体不是不行吗？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完，周金寒的脸色又变得难看。老子行，给我走。我眨眨眼睛，偏头看着周金寒。周金寒是不是在吃醋啊？这副模样恍惚让我想起当初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时一个学长跟他表白，周金寒就急得在旁边上蹿下跳。系统此时突然开口，再编下去我都要大呼绝美爱情了。我开口说道，讨厌，童宝，快再申请一点贷款，我还要兑换那个捏造记忆的积分。闻言，系统叹了口气，我已经在跟我捅兄捅弟借了。周金寒真是阴晴不定，我们都刷了那么久了，黑化值还在378%，你又是修补异能又是端茶倒水的，都没有半分波动。刚刚还以为周金寒的举动是吃醋了，黑化值能降低一点，结果还是毫无动静。我淡淡一笑，非一朝一夕之事。系统忽然有些好奇，如果是川宝你拿了周金寒的剧本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呀，我懒洋洋的勾起唇角，那一瞬间，系统好似看到了花色斑斓的毒蛇缓缓立起上身。我这种美丽善良温柔可爱的人，当然会原谅仇人了。系统惊讶，是吗？假的兮兮，我会一点一点折断他浑身的骨头，再一寸一寸剜下他的皮肉，然后用治愈系异能吊着他的命，如此反复，让他求死不能求死不得。最后一句我说的额外温柔，表情无辜。系统打了个寒战，一顿早餐3个人，周金寒和许琛吃的剑气跋扈。我小口吃完自己的早餐，却没想到面前多了一个包子。许琛微微笑道，光喝粥不行，你身体不好，需要多补充营养，这个也吃了。我呆了一下，反应过来点点头，刚想伸手，下一颗包子就被一只手拿走了。周金寒漫不经心的咬了一口，然后随手扔了，不好吃，他不爱吃。我看着那被丢掉的包子有些心疼，末世里食物可是最紧要的东西。但下一刻，我手里就被塞了一杯豆浆。周金寒盯着我，喝了。我捧着手里的豆浆愣住，金寒，我喝不了。许琛挑眉看向周金寒，想把豆浆拿过来，喝了粥又让玉川喝豆浆。周金寒，你到底是关心玉川还是来捣乱的？周金寒眼底浮现一抹戾气，一把抓住他伸向豆浆的手腕，然后转头冷冷地盯着我。许琛被抓住了也不恼，目光移到我身上，玉川可以不？他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。我笑了笑，没事，快迟到了，我喝完豆浆就去教室吧。在许琛怔愣的目光下，我快速喝完了那杯豆浆，然后拉住周金寒的手，走吧。周金寒讥讽地甩开许琛，拽着我离开。我们堂而皇之地握着手，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我脸皮薄，耳尖很快就红了起来，小声开口，金寒，那么多人能不能别这么急着甩开我？想回去找你的好班长。周金寒转过头看着我，眼底带着毫不掩饰的戾气。我脸上的热意慢慢消退，没再说话。另一边，许琛坐在原地，眸光半垂，落在我刚喝过的豆浆杯子上。教室里，原本我和周金寒是分开坐的，但周金寒直接把我推到了角落里，然后坐在外面。我咬了咬唇，没说话。周金寒坐下来后，呼吸便开始粗重，先前被我修补的经合积蓄的力量只够他走到教室。原本他应该躺在教室，但看到许琛和我亲近，他心底就莫名升起了一股火。就这么冷着脸过了一节课，直到衣袖被小小的扯了一下，他才转过头。我咬着唇，你能不能把腿收回去？我想去厕所。周金寒见眉烦躁的一扬，还未开口，我连忙说道，我不是去见许琛。许琛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。周金寒的话被堵了回去，脸色更加不好了。他冷笑道，我问你这个了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他被叫到办公室去了？你一直看着他呢？我微微睁大眼睛，脸上写满了愕然，似乎是想不通周金寒居然能给他安这么多罪名。不是我看着他，是老师刚才上课直接叫的他，很多同学都知道。周金寒突然猝不及防的凑近，你的意思是我上课不认真听讲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想说这句话，明周金寒一节课都在发呆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但周金寒靠那么近，我顿时说不出话了。反正周金寒都
会把话拐着弯弄回来欺负他。而周金寒对上他又呆又笨的表情，莫名的心底的烦躁消失了不少，冷哼一声收回目光。而他们耽误的这会儿，下课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。我看着表有些着急，我忍不住揪住周金寒的手。金寒，周金寒本想干脆就收回脚，但偏偏玉川这副被欺负的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实在是勾人。周金寒故意当作没听见，直到上课铃响起，我肩膀一垮，整个人就跟霜打的汁液一样蔫哒哒的，令人更想欺负了。周金寒盯着我并拢的腿，恶劣的把手放在我肚子上按了一下。别！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周金寒凑近，语气恶劣，叫这么大声，是想让所有人都听见吗？我立刻闭上了嘴，只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微微睁大。周金寒哼笑一声，装作不知道玉川的难受，把桌上的水移到玉川面前，喝了。我连忙摇头。周金寒笑意骤然消失，冷下了脸。怎么？我给的水是有毒吗？嘴里一副说喜欢我，你就是这么喜欢的。我没有。我眼底泛起水雾，僵持了好半天，才在周金寒的注视下把水杯拿过来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，周金寒看我快要哭出来了，才大爷似的移开腿。我连忙小跑赶去厕所，马上要默试了。其实我也没认真听讲，而是默默的修炼。但前2节课还好，现在刚运转起来，脑子里就传来刺痛，次数太多，我也意识到了不对。又一次检查了自己的经河，突然发现了不对劲，隐约看到一条裂缝。就在我还想仔细观察时，周金寒忽然开口：“梨花共白头。”我瞳孔骤然紧缩，欢喜地拉着周金寒：“你想起来了？”周金寒对上我眼底的激动和泪水，以及我下意识的反应，看来那丝记忆是真实的。周金寒顿了顿，难道自己真的有什么东西忘记了吗？我紧紧拉住他，我就知道你会想起来的。周金寒蹙眉：“我怎么？”他话音还未落，讲台右边忽然出现了骚动，还有桌椅滑拉开的声音。我和周金寒也被吸引了目光。婷婷，婷婷，你怎么了？7、8个人围在一个女生身边，那女生躺在地上，浑身抽搐，她紧闭的眼皮下，眼珠疯狂转动。我脸色一点一点惨白，这分明就是丧尸变异的前奏。完了，末世原来是今天。